魏大夫留步！魏大夫，参见陛下。朕知道你一定会来，那臣就直接问陛下了。姐姐对陛下有情有义，何以在她病重之时，陛下要牵她去北宫？卫青，还有，易大叔对姐姐一向悉心照料，又何以反被诬为下毒凶手，囚禁审讯？你姐姐病危是因膳食有毒，不抓易寒抓谁？难道陛下不曾考虑，是否有人栽赃？恳请陛下查明真相，抓出真凶，救臣姐姐。那魏大夫推测凶手是谁？凶手显而易见，只怕陛下不敢查。朕不敢查。何出此言？只怕查下去，必然会震动后宫。一旦皇太后插手干预，陛下定会为难。因为朕怕为难，所以就宁愿牺牲你姐姐。你是这样想的？正是。卫青，皇上正在查。朕这阵子的确是忽略了你姐姐，但也不至于太糊涂吧？臣不敢。膳房搜出毒物，早就在意料之中，但未必是毒害子夫的药。下毒者怎么会让我们有线索可查？臣也觉得，这是凶手转移视线而已。陛下求见易大叔，难道是让凶手自以为得逞的一场戏？害你姐姐的何止一人？查探下来，最近宫中有很多姬妾都曾在兰陵殿走动，出入的仆婢更数不清。他们以劝慰子夫为名，同时共议，谁都有机会下毒。陛下，事情看来同谋众多，这些人心肠狠辣，朕非仔细追查不可，不能有漏网之鱼。臣认为，只有找出主谋，才能找到解药，救魏夫人。臣鲁莽，求陛下恕罪。你们姐弟情深，朕明白。说实话，不单你生气，朕也生自己的气。子夫被害到这种地步，朕竟猛然不知，只一直念着皇后的紫金汤。臣待会儿就将这汤拿去查验。送你姐姐去北宫，也只是想让主谋松懈，露出马脚，希望迁北宫一事别这么快传到子夫耳中，只怕他以为朕已对他无情。那天看着他病殃殃的样子，还向朕下跪，看着他动气病发，朕真是痛心不已。他那句看错我了，更让朕……请陛下放心，臣定会尽力劝慰姐姐，让她不要对陛下心生误解，也求陛下给臣将功赎罪的机会。你是子夫的弟弟，说不定已经被人盯紧，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，只需在人前埋怨朕处事不公就好。诺。朕已经从皇太后那里引出那个楚服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。臣已命侍御史张汤追踪查询。张汤，此人精明用心，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好，我们就来一个引蛇出洞。陛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朕怎么能不来呢？他们说，臣妾抓伤了陛下。你不要听他们胡说，别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陛下。臣妾没有想过，还能靠在陛下怀里。
你若喜欢，朕以后就这么抱你。臣妾出身卑微，竟然可以与陛下相知相爱，又有3个懂事聪明的女儿，臣妾此生无憾。要是离开这世上，臣妾请求陛下不要难过。无憾也无不舍吗？千般难舍，万般难离，但生死自有天命。朕不管什么天命，你说过朕就是你的天，那你就要听朕的命令。朕命你不许离开朕，听到没有？朕命你把我们的女儿都管教成才，要她们与你一样温良贤淑。朕命你亲自为他们系上罗衣，送他们出家。朕命你再为朕生皇子继承大统。朕命你与朕妻离偕老。那臣妾就只有谨遵皇命，奋力求存。知君之手，与君偕老。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，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我。寂寞的烟火，忘掉年月，让天空快乐。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，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。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，等一个结果。蝴蝶飞过沙漠，爱得太执着，人间的风光都看过，才领悟曾做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。你守卫在我心底，直到天意要将我们分离。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，比流水还彻底，包围我的天地。你守卫
在我梦里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。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，比春雪的气息，触袭我的回忆。搜宫是，臣参酌整夜，觉得这是救人的唯一之法。事关重大，没有把握不能乱来。如今御医均束手无策，张汤追查楚服未回来，调查虚实，魏夫人却已命在朝夕。陛下，朕其实也正有此意。臣已部署好所有禁卫，只听陛下一声令下。慢着，我知道弟弟你情急救人，若无证据，动用宫中禁卫查封皇宫，恐怕难向母后交代。毒物难以经常出入宫门，必会收在宫中暗处以备用。只有毒物被搜出人赃并获，才能找出主谋，逼问出解毒之法。如若搜不到呢？母后对子夫成见已深，搜宫非同小可。若出师无名，恐怕母后只会认定你为了一个妃子，失方寸，忘体统。如若皇后知道你其实在针对她，一旦反目，子夫只会第一个遭殃，到时候会被赶出宫，会被迁到北宫，也说不定。想不了那么多了。朕本想引蛇出洞，一网打尽，了结宫中祸患，可子夫恐怕等不了。母后生气，朕顾不了；皇后反目，朕也不管了。朕只能先行救人。陛下，陛下，侍御史张汤求见。快传。诺。参见陛下。别了，你追查楚服那妖女，查出什么没有？回陛下，原来那妖女曾在西域逗留多年，善以蛊毒取人性命。死者病况与魏夫人是否相似？同样是不能自控，幻象频频，忧郁与焦虑交替，眼眶沉黑。那恐怕子夫所中真是蛊毒了。张汤，你来的正好。邓弘，臣在。召集宫中禁军，封宫待搜。放到炉上供着，等皇上来享用。诺。皇后，刚才从北宫过来，几乎进不了宫门。什么？原来所有宫殿都被关门查封了，奴婢一路上见到好多禁卫，所有的路都被封了，人人都要查踪籍。听说要逐个宫殿搜。搜宫？搜什么？没有人肯说。搜宫这等大事，为什么皇上没告诉我？参见皇后。段仆爷，你可知道这是交房殿？带人进我殿门，竟摆这等架势，好大的胆！臣只知皇命，其他一概不知。皇命？什么皇命？魏夫人中毒，危在旦夕，皇上下令要搜宫，查出谋害魏夫人之奸邪。谋害魏夫人的人不是早已落网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查？皇上英明，早知一寒无辜，是有人要转移目标，栽赃嫁祸。皇上将计就计，让主谋疏于防范。原来如此，皇上心思好细腻。好啊，要搜你们就搜。本皇后不怕你们搜，若是我交房殿搜不出
出你们要找的东西，那本皇后今天所受的屈辱，会向皇上和皇太后讨回。到时候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身。皇后放心，臣不是来搜宫，臣是来守宫，守住交房殿的每一个人，以保护皇后的安全。如果真有人以蛊毒害人，物证肯定不会放在身边，药方也一定会放在最安全、最没有人怀疑的地方吧。搜得好仔细呀！来，谁过来，将哀家也搜一遍吧，看哀家身上有没有藏了毒物，要害皇帝的宠妃。母后息怒，主谋可能以为陛下断然不会搜母后住所，也许会将毒藏于这宫里。这里若真有毒物，母后不慎误碰，会有危险。儿臣也是担心母后的安危。别说的那么好听，还不是为了那个魏夫人？那么多的禁卫，在哀家宫中大肆搜查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哀家这皇太后还有何颜面？哀家宫里的人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等恶行的。谁敢在这长辛殿中藏毒？回禀陛下，臣在皇太后的内侍陆行尊中找到这尊药液，臣怀疑这就是毒害魏夫人之物。荒唐！那陆行尊是哀家寝殿里的珍藏，从来没有人敢碰，何来毒液？是不是有人想嫁祸于哀家，陷哀家于不义呀？能在母后寝室内藏毒的，必然是能经常进出寝室的人，就是他。翠儿，不会吧？求陛下饶命，奴婢也是逼不得已，都是听命而为啊！皇太后，皇太后饶命啊！我全都照，千万不要用刑，不要用刑！翠儿已经供出了是你下的毒，何须你照？朕只想要一样东西，救魏夫人的解药。原来要的是这个呀！你能下毒，必有解毒之药。陛下要的解药就在当中。这个是解药，也是镇毒，毒中之霸。喝下，七孔流血，立刻毙命。这个也可以是解药，同时也是避药，乱于真气，避而不仁。服后无药可救。你是戴罪之身，少跟朕耍花样。这里的药皆相生相克，可以救人，也可以杀人。如何运用，只有我懂。陛下如果杀了我，那魏夫人就必死无疑。我可是不能受惊吓的，我怕我记不清哪一瓶才是解药啊。好啊，那朕帮你记清。你配制的蛊毒，想必自己都没有尝过吧？如今你必须记得，
哪一瓶是解药？拿你的解药出来服下吧。就算我拿出解药，也会被陛下赐死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自救？就让魏夫人陪葬，岂不更好？你这妖女，果然歹毒。陛下英明，小女子我就是靠歹毒心肠活命的。如果要我的解药，那我也跟陛下要一样东西。说，我要陛下的金书铁券，免我死罪。杀我还是赦我，全凭陛下旨意。但魏夫人与我的性命，孰轻孰重？陛下不难做决定吧？好，只要你的解药能救魏夫人，朕就免你毒害魏夫人的死罪。君无戏言。段宏，在，朕这佩剑你拿着。若朕出尔反尔，就让朕以身伏剑。诺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见证。快把解药拿出来！陛下，你累了，还是先吃点吧。不吃。陛下，龙体为重，夫人刚服了解药，药力起作用也需时啊。虚实。他痛也痛过，吐也吐过，什么脏污毒血已经吐得无力再吐，为何仍是毫无起色？难道是那妖女行诏？是朕亲手把毒药喂给了子父，把他送上了死路。子父，你答应过朕，妻宜偕老，你要守承诺。子父。臣妾谨遵王命，奋力求存，知君之手，与君偕老。魏夫人服了解药，已无大碍。既然陛下答应，欲赐我金书铁券，免我死罪，那就请陛下放我走吧。放，当然要放。把楚服收押待行。君无戏言，陛下答应过免我死罪，言犹在耳啊。朕当然记得答应免你毒害魏夫人的死罪，以换取解药。朕一定会守信的。既然如此，你毒害魏夫人可以逃得一死，可如今，朕要治你另外一条死罪。
就是你教唆皇后在紫金汤里对朕下迷药。什么迷药？什么汤？我不知道陛下在说什么。休想抵赖！段宏，皇后的紫金汤中查出了什么？回陛下，太医令再三查验，证实紫金汤中的确含有西域米囊花。此物若少量用药，可解痛患，但因含毒性，长期服用则会成瘾，中毒伤身。我虽曾对魏夫人下过毒，难道全天下的毒就都是我下的了？那要看刑具之下，是否能找出竟敢向皇上下药的真凶。陛下是明君，不会屈打成招吧？通常是不会的，但对于那些心如蛇蝎、下手狠辣的人，朕倒想看看他们吃苦受罪、生不如死的样子，以泄朕心头之恨。来人，在！陛下一定想知道谁是主谋。我告诉陛下，将功赎罪，求陛下免我用刑。朕不想再见到你，让你死100回1000次，也不足消朕心中怒火。是御史，臣张汤在。巫女楚服，毒害天子，恶行昭昭，罪不可赦。定日腰斩。诺。腰斩！我的腰啊，疼死我！给朕压下去！不要啊！不要！陛下圣安。免了。奸恶毒妇之礼，朕受不起。我大汉后宫竟出巫蛊祸乱，今日朕就要拨乱反正，除奸惩恶。太史令，臣在。你等史官负责记载历史，千秋功过，不得含糊。你们就秉持公正，给朕好好记下今日殿中一事一物、一言一行，以存后世，以敬校友。诺。好，陛下也不召开廷议，就想枉加罪名于功臣身上吗？我倒想看看当今天子如何对待他的亲姑母，又是如何对待有功之臣。太史令，你可要将这些一字不漏地给我记下。想不到姑母还能如此理直气壮，朕倒想听听你口中的是何道理。有功者自有道理。天在看，史鉴在存，只怕你口中的功抵不过你犯下的罪。我功盖9天，何罪不能容？想起先帝在位，上有太子，下有兄弟10数人，若非我运筹帷幄，排除障碍，当今天子又怎能登上帝位？第一功，继承大统，辅主登位。记。好一个辅主登位，可惜有功亦有过。正因窦太主持功跋扈，动辄扰乱宫事，目无君上。第一过，居功压主，视为不忠。给朕记。陛下16岁登基，亲王中多有虎视眈眈、觊觎帝位者，全仗我这个姑母联系亲族，力压诸王，才有陛下的今天。第二功，匡扶幼主，安定社稷，
给我记！陛下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双目不灵，待我这个女儿细心照料，替其分忧。第3宫，东宫扶正，为母分忧。记！太皇太后贤德公正，为保你这个女儿，却多次无奈地为你掩饰恶行。瑞吉身死，卫青被抓，都跟你脱不了关系，更别说你在外巧取豪夺，在内干预朝政。太皇太后甘父骂名，都一一亲情宽容。第2过，伤母亲玉，视为不孝。记！你筹谋毒计，与皇后同谋，为争宠残害嫔妃，又推罪于他人。第3过，害人谋私，不仁不义。记！为姬邀妹，恃宠生骄，我的所作，我的所为，全是为了靖君侧，保后宫之安宁。你保的是你自己的安宁，以巫蛊害人，在朕的饮食中下药，事到如今还能振振有词。母亲，段宏，那巫蛊案到底实情如何？你说。刚才窦太主句句铿锵，功比天高，臣只怕直言会被误议论功臣。朕今日叫史官到齐，就是要真相大白。刚才有人恃功犯言，你又何惧直奏佞臣？那臣只有直言无惧。窦太主与皇后指使巫女楚服以蛊毒加害魏夫人，令她神志失控。臣斗胆问一句，窦太主，良知何在？可有想过3位公主会因母亲病发而受伤害？那就是谋害皇义的大罪。当日皇上就曾被魏夫人病发失控所伤，那就是谋害天子，大逆不道的死罪。这些全是楚服与仆婢的供词，绝大多数都是说被窦太主及皇后权势所迫，身不由己，罪证确凿。窦太主是否要臣一一在殿上朗读？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你的罪过仅荆楚之竹，犹不能恕，还敢自诩有功？你是功不抵过。太师令，记！这一字不漏的记于实践之上。好一句功不抵过！就凭陛下所言，我毕竟还是有功的，那就请陛下把我所有的功算到皇后身上。过，我一个人当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皇后心性单纯，是我这个母亲逼我女儿做出种种犯言逆上之事。母亲，臣甘心伏法，请陛下饶恕皇后死罪啊！母亲，是母亲不好，连累了你，强要你争气争宠，才落到今天如此地步。不是的，你就让母亲为你做最后一件事。陛下，恳请陛下赦免皇后死罪。就算皇后在汤水中下了点药，也只是想留住陛下在身边，对陛下情深一片，绝对没有丝毫谋害之意呀！请陛下念在跟皇后多年夫妻情分之上，别跟朕提情分！母女2人为祸后宫，罪无可赦，该杀！陛下是一国之君，君要沉默，何其容易！只是没料到，你对皇后竟如此绝情啊！绝情！你丧心病狂，加害他人，可有动过恻隐之情？看见他人受苦，只怕还欢颜对饮，庆贺奸谋得逞。
衙已自绝于情这个字。如今死到临头，还跟朕说情，荒唐！来人，把他们押下去！陛下，娇儿所作所为，只为留住军心，只为跟陛下长相厮守，天日可见啊！求陛下收回成命，求陛下收回成命啊！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错了，陛下。陛下，就算你不念娇儿一片痴心，也得顾及太皇太后的心意吧。娇儿一直都是太皇太后的心头肉啊！你竟然用已故的祖母来压朕！臣不敢，只是想，陛下不是一向主张尊崇儒道吗？孔夫子有云：“视死如视生，孝之至也。”太皇太后若还在生，见到儿孙相残，帝后反目，她会有多么伤心？饶娇儿死罪，就是为太皇太后尽孝。求陛下存仁孝，以为太皇太后在天之灵啊！想不到你厚颜无耻到搬出骨肉亲情来求活命，放任奸邪者作恶，何以存仁？由着后宫不宁，何以道孝？陛下，事到如今，臣妾自知罪大，不奢望陛下饶恕。但有一事，还求陛下成全。什么事？求陛下让臣妾临死之前见魏夫人一面。陛下当初一句“有你就够”，欺骗了臣妾。陛下认为夫妻若有情，不会以奸谋相待。可是陛下正谋算了臣妾。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陛下说的是，可臣妾谋陛下，为的是陛下的情，以真情相待；陛下谋臣妾，却为的是他人的情，以虚情相骗。敢问陛下，两者之间是谁负了谁？求陛下不念公，不念情，也念当初许我金屋藏娇的承诺，让我见魏夫人一面。皇后万福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听别人称我皇后了。你觉得我罪有应得是吧？也许真的是。我落得如此下场，你还恨我吗？其实臣妾对皇后从没有恨，只是不能不怨。臣妾自入宫以来，一直谦卑礼敬，不争不斗，却仍遭受巫蛊之害，
险些丢了性命，让3个孩子失去母亲。臣妾只愿皇后愤恨太重，遮盖了本性。其实，你我之间的怨恨，不在愤恨太重，而是爱得太深。我怎能容忍要得到夫君的宠爱，就要先善待他的宠妃？我自小与皇上青梅竹马，却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远。这种无奈，你又怎能理解？一切皆已成空，想不到，身为后宫之首，大汉皇后，居然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。如今我别无他求，只想知道一件事。祖母临终前曾说，留了一道救命符给我，我想知道，这救命符是不是你？是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向你取来一用，不过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我母亲。求魏夫人救我母亲，免她一死。我陈娇这一生，除了皇上，还有皇祖母，不曾求过其他人。但今日为救母亲，我愿向魏夫人长跪不起。皇后，从小母亲对我娇惯疼爱，嫁给皇上后，我眼里只有皇上，心里只想着如何讨皇上欢心，连身边的母亲都不曾关心在乎。直到今天，在殿堂前，我母亲为我求情，那佝偻的背影，那颤颤巍巍的步履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威风凛凛的窦太主，不过是为女儿操尽了心的老妇。母亲养我、助我，为我争名争宠，我却从未记挂她的深恩。相反，母亲却为了让我逃脱死罪，自揽罪责，归附待定，一心求死。你也为人母亲，为人儿女，应当了解我的心情。求你，让我在临死之前，这一份孝心，用你这救命符，免我母亲一死。求魏夫人成全。万万不可！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休想让朕开恩赦免！陛下，一个是陛下姑母，一个是陛下的正妻啊。姑母，正妻。觉得怎样？陛下的手为什么一直在抖？是动怒所致吗？还是病了？要不要传御医？手颤不是因为动怒，也不是因为生病，只是到了朕又该喝那紫金汤的时候了。他们对你施以蛊毒，是要取你性命；他们给朕灌迷汤，是要夺朕心智，要朕非得去见皇后，喝那紫金汤不可。陛下，这如今怎么能治啊？太医令说，还要一段时间，
才能把这心瘾根除掉。陛下，这些朕都不能对他人说。子夫，朕好气，想起你所受的苦，想到自己被蒙在鼓里，天天被皇后所摆布，朕就更气。口口声声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他的心竟然如此歹毒。都是臣妾不好，臣妾未能察觉陛下之苦，求陛下恕罪。你这罪，恕之何难？可他们却是罪无可恕。子夫，你知道林中最可怕的野兽是什么？应该是猛虎吧？猛虎吃人。以前先帝问朕的时候，朕也是这么回答。可先帝却摇头告诉朕，最可怕的是毒蛇吐信。吐信小蛇比吃人猛虎更可怕。因为毒蛇阴质，防不胜防。你若看它柔弱便善心对它，它却会转过头来反咬你一口，吐出的毒汁足以置人于死地。所以一旦抓住它，绝不能轻放。臣妾明白，陛下深受其害，知道不该再多说什么。可是陛下既然提起先帝，倒让臣妾想起以前在乡间听到的一个故事，是关于陛下先祖父的。话说薄太后生病之时，孝文皇帝3年间，亲身侍奉清肠汤药，无一日安眠。先祖仁孝，感天动地，所以我朝素来以孝治国。皇后跪求臣妾，并非为自己求情，而是为母亲求生。臣妾深受感动。臣妾代为求情，不关乎对与错、罪与罚，说的只是一个孝字。陛下承先祖美德，对太皇太后一直尊重恭顺，太皇太后也疼惜陛下。陛下与太皇太后祖孙情深，可知太皇太后临终之前，将遗愿托付给臣妾。什么遗愿？若有朝一日皇后招致杀祸，愿臣妾可以尽力保她一命。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她的刁蛮跋扈。子夫，将来她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她一命。太皇太后担忧皇后闯祸，却辗转托付于我，而不直接要求陛下发一道护身符。陛下可知其中玄机？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皇后若出事，你就看在哀家的份上，保住她的性命，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。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有你的承诺，哀家无憾了。太皇太后早料到皇后对你不肯罢休，终必惹祸，朕也必定不饶。普天之下，愿意不计前嫌救皇后的，唯子夫你。既然陛下已经了然，何不让臣妾信守承诺，
原太皇太后遗愿。陛下，大汉崇孝，因孝存则家和，家和而国兴。皇室乃天下万家的典范，求陛下为百姓做表率，赦免皇后与窦太主的死罪。圣旨到。大长公主刘嫖违长无道，挑唆是非，扰乱后宫，违念其功，着令其于唐邑侯府静思己过，永不得踏入皇宫。皇后陈氏失许无德，挟妇人媚道，惑于巫祝，不可以承天命，着令上其喜寿，罢其后位，退居长门宫，违感其孝，特与待遇如昔，以示皇恩。谢陛下圣恩。我的女儿生来富贵，一步步登上后位，却是一场梦。而那座檐牙耸式、藏风聚气的长门园，我亲手献给皇上的礼物，何曾想到，却变成了关进我女儿的牢笼。能保住母亲性命，已属万幸。如今，连我也可以免于死罪，那更是恩赐。别无他求，只是今后一个关在宫外进不来，一个锁在宫内出不去，恐怕往后我们再难相见了。进宫高墙，远离尘嚣，且行且思，唯念母意。飞鸾，你留下来陪公主。不行，多年交战，大汉王亡，损兵折将，败多胜少，有他伴你出征，我才安心。战场凶险，飞鸾是公主最喜爱的，理应留在公主身边。你既答应过我，唯我牛马，就要保命回来。臣定不负公主厚望，凯旋归来，绝不食言。放心，绝不食言。
望弟弟出师告捷，为国扬威。保家卫国，男儿之志。今天我如愿了。姐姐别哭。姐姐是高兴，看弟弟穿上戎装，真的是威风凛凛，英姿飒爽。我想母亲和大哥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。见功名，显父母。大哥临终嘱托，我定不会忘。姐姐多年的寄望，弟弟更加会铭记。此次出征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退敌寇，安边患，振我大汉雄威。弟弟，出征要万事小心，毕竟战场凶险。姐姐放心，我一定回来陪3个外甥女玩球车。是4个。姐姐，那也有可能不是外甥女，而是外甥呢。到时候我教她武艺，教她骑射，教她读兵法，将来治国安邦。何时出征？大概雪化冰融，桃开莺啼之时。好，那我就与姐姐约定，现在出发，黄叶落尽之前，就是我班师回朝之时。到时候便陪着姐姐一起等待我外甥出世。到时候我这个做妹妹的，一定和易叔叔备好酒菜，为卫青庆功。多谢。你要乖乖的啊，到时候舅父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看你啊！啊，姐姐。前方快马急报4路大军战况，公孙敖遭遇敌军战败，折损7000人。卫青一定会没事的。前方传来战报，李广将军所领军队全军覆没。那有卫青的消息吗？这李广、公孙敖、公孙贺加上卫青，4路大军现在已折损2路。哎呀，连李将军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都全军覆没，那第一次带兵的卫青岂不……母亲，子夫你放心，我是乌鸦嘴，说什么都不灵的，卫青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你别担心，先顾好自己的身子。快秋尽冬来了，你还是常常大汗淋漓的，怀着孩子反而体轻消瘦，我真担心你啊。子父，喜娘说的对啊，你这次怀胎异于往常，切莫忧思过度啊。是胎儿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但说无妨。啊，夫人无需忧虑。有些妇人呢，怀孕之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，所以，是什么病？夫人患的是消渴症。消渴症。魏府，段大哥，是卫青有什么消息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我还以为，我很担心他。卫青神勇无比，不比常人，他必能战胜而归。我担心的倒是你。
易叔叔告诉你了。你怎么不好好爱惜自己？你关心卫青，卫青同样关心你。若他回来看见你这样，会有多难受，多心痛？我只是有时候口渴，多喝点水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真的？易大叔说劝不了你，你为何不肯服药治疗？那些汤药虽能助肾气，可是会伤害胎儿。易大叔说，若不治疗，腹中孩儿渐长，病况会越渐恶化，气血消烁，阳亢晕眩，甚至风邪入颅，轻则祸延半生，重则命危不治。这只是推断，只要注意饮食，心气平顺，我和孩子都会没事的。再说，有易叔叔在，他可以借助食疗来帮我补肾。若易大叔能保你周全，就不会向我唉声叹气了。可是身为母亲，明知治病汤药会影响胎儿，甚至滑胎，我怎能为了自保而罔顾孩儿的性命？可是作为你的兄长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以性命犯险。子夫坚信，心善至坚，必得天佑。我会没事，孩子会没事。卫青答应过我，他会回来，他也会没事。段大哥不必再劝我，我心意已决。我知道我劝不了你，但我也不能任由你自作主张。段大哥，你想怎么样？禀告皇上，求段大哥不要，我实在期望自己的孩子出生，与他共聚天伦。我知道，但是为了你的安危，恕难从命。段大哥，求你由我吧。你不曾为人父母，你怎么会了解我的心情？或许我不明白你作为母亲的心情，但皇上定能明白作为父亲的感受。这件事由他来定夺，最合适。不，要我跪下来求你吗？皇上驾到！段大哥，我求你。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卫青寻访未获之事，已告知夫人了。臣已将今晨的军情转达夫人。子夫啊，塞外地域辽阔，人烟稀少，也许只是断了消息，不一定有旦夕之危。子夫，你身子不适吗？宣太医令来。啊，不用了。臣妾只是忧心，没有生病就不劳烦太医令了。可你频频渗汗，长热而抖，不像没事。臣妾只是心中焦灼，忧心难解。陛下，方才臣向魏夫人提及卫青一事，夫人既不安失神，恐怕现在需要的并非御医诊治，而是心药。你只管安心，朕不会看错人。卫青武艺过人，胸怀谋略，一定能平安回来。你不要过于焦虑，照顾着自己的身子。别忘了，骨肉相连。陛下说得对，母亲与胎儿血脉相连，夫人当竭力静心凝神，以保康泰。谢谢段大哥关心。陛下就放心吧，臣妾答应陛下，一定会好好安胎，为汉室再添个健康的孩子。